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！随机，手机啊，当心不要打后脑。究竟什么原因令中国小伙如此愤怒？即在美国选手身上疯狂锤击，但这一切都是对手的咎由自取。就在赛前的发布会现场，美国选手竟恶意推搡中国小伙，更是当场大秀肌肉，嘲讽我们中国选手太瘦弱。怎料中国小伙毫不退让，一记飞踢直接冲向美国选手，但没想到被工作人员拉开的美国选手竟是更加嚣张，不光是嘴里不干净，甚至还想冲上来殴打中国小伙，实在是太过猖獗。本场比赛是为你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对决。我们注意看现在出场的这名选手，便是人送外号美国版孙悟空的乔瓦尼·莫尼。赛前也是非常的嚣张，不仅赚着我们中国的钱，还辱骂我们中国的选手。这个家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白眼狼。他就是来自于中国的阿将。注意看，正在披着5星红旗出场的这个帅小伙，便是我们本场比赛的中国选手阿和江。年仅22岁便取得了10胜1负的傲人战绩。虽然说在这个比赛经验上我们可能是不如对手，但是凭借一颗爱国之心，阿和江必将取得胜利。好，双方比赛开始啊！赛前直接转身后摆吗？哇，上蹬！转身后摆。今天我们看到开场第2个转身后摆腿，但是命中了，倒地了。对，这边直接要爬背，看看有没有裸脚的机会。对手防这个拿脖子还是防得很好。哇，一上来乔瓦尼莫巧估计还没有料到对手这个出招这么快，上来就放超必杀了。这边两人有可能要摔出去了。裸脚单手围住了。这边裁判没有叫停，要推回去了。对，直接把两人推回去。他可以逃掉了，趁这个，抓围绳了，被裁判打手警告。裁判打手警告了，你抓围绳没用，你要抓对手的手啊才能逃啊。这边是谁牙套掉了吗？搞不好要成了啊！在勒牙床了。对，这边是勒在了下巴上，并没有完成这个裸脚。乔瓦尼现在使用这个规则边缘的一些技术啊，来防止对手对他进行进攻，游走在规则的边缘。对，可以看到此时阿和江也是非常的霸气。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刚刚开始1分钟的时间就发生了如此激烈的战斗，阿和江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。那么这个挨揍的蓝方选手留着小辫子的便是美国孙悟空乔瓦尼莫乔，红方选手这个帅小伙就是我们的中国小将阿和江。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。阿和江出场其实就跟康纳麦克雷戈是一样的。对，这边乔瓦尼看看会不会因为对手的这个进攻啊，现在变得有所畏惧。阿和江不停的上步，用假动作去迷惑对手。对，这边我觉得阿和江再来转身后摆腿假动作，挑衅对手。踹膝盖，漂亮。言语攻击，这样的话对手就比较能够料到。背腿出来，我们看阿和江应该再多一些这个假动作和拳法的试探。现在对手都防着他这个腿呢。孙悟空是把大部分的精力啊放在怎样去拉开与对手的距离上面，没有太多的攻击动作。裁判警告两个人。阿和江率先发起进攻，但是这个对手为什么不还手呢？场上的局势还是非常的焦灼，阿和江的站立技巧实在是太强了，对手也是明显知道这一点，所以说也是选择和我们进入地面，妄图在地面对决中压制阿和江。接到了侧压，现在到了孙悟空最擅长的地面战环节，侧压对手。阿和江是一个擅长站立的选手。起桥转过来了，我们看能不能出去。漂亮，被摔下来了。这个位置背还没有完全的拿住，阿和江抱着对手的膝盖，想把对手转到下面。乔瓦尼这边有没有机会？他想做一个倒的三角角去降服对手。他现在这个位置搭的比较远，你看这个三角没有完全的搭住扣。对，他因为右脚的脚踝没有放到左腿的膝窝后面。是这边阿和江有可能要出来，这个三角脚没了，出来了，漂亮，头逃出来了。他尝试木村锁，但是对方头逃出来了呀。阿和江要当心对方的上蹬腿，踩踏回击。
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经过1回合的对决，两名选手此时也是对彼此的打法风格有了一定了解。目前来看，这个第2回合打的还是相对谨慎，确实双方选手在站立和地面都是各有所长。那么我们也是不要着急，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。的时候手不能插到对方自然孔洞里面，这个他还是执法非常的严格。是。有一说一啊，确实很公正严格。我觉得双方，特别是阿河江这边，应该把比赛节奏拉得快一点。两个人距离比较开，必须要上步才能击中对手。击服漂亮，好重啊！后手勾腹打在肝脏区域啊。对，高扫。再来一下，挡住。孙悟空指着自己后齿是什么意思？可能就是说你没有打中我。前手平勾挡住。阿河江双飞踢，漂亮。对，他几下腿法这个距离上把握的还是不错的。顶到角落，后手颠腿开落，随后重拳接踵而至。阿河江在站立上的打法实在是太强悍了，这个对手也是完全没有和我们掰手腕的想法，知道在站立上打不过我们，所以说也是不断寻找着把我们带入地面的机会。但是阿河江的进攻实在是太完美了，令人完全找不到破绽。拉得很慢，但是大家都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阿河江的进攻上面。踹膝盖没中，都在猜测他下一次的进攻会是什么。哇！再来一个腾空的飞踢，漂亮！哎，乔瓦尼有一些晃啊。哎，恢复了。对，关键这个阿河江也不追击啊。这边我们看阿河江继续在给对手压力，后手没中。对手因为一直在往他的这个后手方向去低扫踢腿。对他应该想办法切住这个角度啊，有后直的这个机会。高扫踢头。对，后手这边再摔，过腿了。这次莫乔抓这个抱摔的机会啊，抓的还是很稳。阿河江挡住对方的右拳，对方膝盖来跪住他防御手臂。继续回到正面的进攻，我们看。比赛第2回合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，双方选手的体能消耗都是十分严重。可以看到，这个对手即便是拿到了上位优势，但却迟迟没有动作。阿河江也是趁着这个机会恢复一些体力，场上的局势依旧是非常焦灼。现在乔瓦尼莫乔是感觉要休息一下，缓一缓。对他想就压一压对手，也没有太多的进攻。裁判估计要把这两人拉起来了，双方在这个位置没有任何的动作。25。好了，现在挡住锤击被蹬开了，要过腿部防守，漂亮！拿后背做降服，看看能不能骑上去。这边裸脚的把位出来了，哎呀，好出来，躲开，再摔，漂亮！这边。阿河江也成功的利用龙网啊来避免对手的这个进攻。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，双方选手依旧是十分的谨慎。阿河江依旧占据着比赛的主导节奏，始终保持着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位置，对手依旧是没有进攻的意思。我们也是废话少说，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。好的影响。阿河江依旧是压着这个踢腿的距离啊，大家可以看双方实际上距离是控的比较远的。也就双方任意一方都是要上步才能击中对手。学嘴炮的动作了。加油！你过来呀！估计裁判会提醒他们两人要继续加强进攻。而上场比赛获胜的一扎是下一场想在 WKG 跟阿河江打一场。对。而且一扎上场比赛是终结了。对。如果这场阿河江也终结的话，两个人就更有打一场的这个理由和热点了。腿上的假动作，上步，哇！现场观众不停的在起哄啊，可以感受得到现场观众也是等得有些着急。双方选手打的的确太谨慎了，尤其是这个对手根本就不主动进攻。对此，我们的中国选手也是十分无奈。如果主动进攻，也容易陷入对手的陷阱当中。所以说，场上的局势还是异常焦灼的。做了一下假动作，然后又停下来了。
阿河江变架，哎呀，又退回去了。打的主动点啊，还剩2分多钟，争取终结。前手打空，两个人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也互相较真啊，完全是世界级的。今天这个第3回合的表现，希望他们更再加把力啊！昨天两个人是出动了所有工作人员才把两个人拉开啊。裁判警告，他表示不接受。裁判说：“我警告你，就是有效的。场上我能决定这些。”上步，试探，侧踹没中。对，裁判给出这样的警告，为什么单方面只对莫乔呢？主要还是因为阿河江一直是压着这个进攻的主导，没错，虽然没有出动作。可以看到场上的局势依旧是十分紧张，因为这个对手打的实在是太怂了，非常让人怀疑他之前的比赛是怎么胜利的。阿河江也是一直占据着比赛的主导位置，比赛时间已经所剩无几，但是双方选手并没有对拼的打算。看看有没有高扫的机会啊？这边我感觉对手手是拿的比较低的，阿河江应该有机会。果然是要摔，但也可以出飞顶膝啊！他手抓围绳了，裁判警告了，出腿没中，中段踢没中，转身后摆腿没中，对方还了一下右拳。他终于占据隆中的位置了。对，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对他抱摔啊带来一定的优势，时间应该已经不多了。侧踹，两个选手都挺能整活的，在场上。两个人光用这个身体的语言就打了第3整个一个回合啊！对，难道要打到判定吗？比赛终于结束，这场比赛确实有点虎头蛇尾。阿河江开局打得十分凶猛，但是没想到这个对手实在是太怂了。那么这个比赛的结果也是没有悬念，让我们恭喜阿河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